我们使用的5轴机已经是业内顶配了，参数显示一切正常。我管你什么参数，这屏风480万。 现在龙爪崩了，龙眼瞎了，明天就要发空运去港城，你告诉我该怎么办？陈总，这整块小叶紫檀无拼接，全球都找不到第2块。我不管，明天见不到成品，1400万的违约金你给我出。陈师傅，您可算来了，这活儿只有您能救了。 小叶紫檀油性足，纹理斜向交叉，机器持刀太狠，逆纹硬切，伤了木纤维的顺丝结构。龙晶要的是微凸球面，瞳孔还要有0.3毫米的凹陷渐变。机器刀库里的标准球刀最小直径3毫米，雕出来自然是死坑。谁有热毛巾？ 陈师傅，龙爪的崩茬不见了。机器雕的是死物，这龙晶用的是修文物的点睛法，是可以赋予雕物灵魂的关键。龙爪这里，我补了几切暗损，受力的不是胶，是榫卯本身。还得是您这手活物雕，全国找不出第2个。这龙鳞每一片都不一样，机器雕100遍都是复制粘贴，陈师傅雕的刀刀都是独一份。 这精度0.02毫米，比机器设定的0.08还精准4倍。陈师傅，今年厂子的效益这么好，老板还是您儿子，你肯定能拿不少分红吧？陈总，陈师傅刚才修屏风的全过程我都录下来了。行了，都围在这儿干什么？赶紧干活！ 明天要是交不了货，这个年谁都别想过好。是，老板娘。爸，你今天又迟到了，按公司规定要扣工资啊。小婉，刚才我可是刚雕好价值480万的屏风啊！你少在这儿卖惨，要不是启明把你接到厂里，你现在还在乡下刨木头呢。爸，我求你了。 我的厂子真的快不行了，启明，我都55了，也该退休了，而且你妈的腰不好，我得在家照顾她。爸，你是我亲爸呀，不能不管我啊！厂子接的全是高端定制，浮雕、透雕，机器只会按死参数走，根本雕不出来栩栩如生的效果。爸，你的文物修复和雕刻手艺是全国顶尖的。 只有你能帮我了。8万，工资1个月我给你开8万，年底还给你50%的利润分红。早就跟你说过，机器代替不了人工，机器雕得了形，雕不了魂。结果你非要借钱开厂。行了，赶快起来吧，我跟你走。这是你这个月的工资，一共2000。2000？小婉，这数不对吧？这都年底了。 今年厂里赚了少说也有5000万，你怎么只给我2000啊？你都这么大年纪了，每个月能拿到2000的工资不错了。爸，厂里又接了个麒麟摆件的订单，工人要初8才能来厂里调试机器，时间紧，初1你就直接来工厂把东西都雕好吧。我爸想要一个黄花梨砚台，你也顺便雕出来。成了，陈师傅的手法参数化，成了，一模一样，不，比他还快。他雕一件要多久？机器10分钟。机器能替代它了。那2000块给多了。启明，这个月的工资2000。爸，你这个月迟到了3次。 按公司规定，婉婉，爸，3个月前你修九龙凭空的手法，15度仰角，斜向纹理顺切，点金法的0.3毫米凹陷，全部被逐帧拆解，写进了数控机程序。2000块，不是扣，是定。你的手艺现在在这台机器里，机器10分钟能雕一件，你雕一件要多久？所以这半年
我加班到凌晨，修坏屏风，赶麒麟丹。你一直在录像，你跪在老宅门口哭的时候，说爸，你的手艺全国只有你能帮我。你不是要我的帮忙，是要我的数据。爸，时代变了，你这双手是很厉害，但你的手只有一双，机器可以一直雕，24小时不停。你的价值从稀缺变成了可复制，2000块是市场给你的定价。那分红呢？5成利润。今年接单5000万，没错，成本不算，机器维护、厂房租、材料损耗，净利润不到80万。我又贷了2000万扩产，利息1年160万。爸，不是不给你，是真没有。启明，这厂子是你用我这双手盘活的。爸，你放心，等明年订单稳定了，机器参数优化了，你就真的一点用都没有了。所以这2000，趁我还能给，拿着吧。价值128万的新车下手到。老公，他知道他那2000块的工资，连这车的一个轮毂都买不起吗？他知道又怎样？他那双手雕一辈子木头也雕不出4个轮子。明年他的5成利润还是亏损。这厂子是我的，机器是我的，数据是我的，他就是个参数来源，用完了。回来了，饭在锅里温着，我给你。老头子，你怎么了？今天我去找启明要工资，他没装傻，他把笔记本电脑转过来，上面是数控机正在雕龙爪，和我的手一模一样，角度、力度、走线一模一样。他一直在录像，我每次修东西，每次加班到凌晨，全录下来了。工程师把我的手拆成参数，写进机器程序里。他跟我说，机器10分钟能雕一件，我雕一件要多久？2000块不是扣，是定。我的手艺现在在机器里，我这个人在他眼里用完了。他偷了你！半年前他跪在老宅门口哭，爸，你的手艺全国只有你能帮我，那不是求你，是取样。那你的手艺还在吗？机器能复制我怎么下刀，复制不了我为什么在那1秒那样下刀。这20万，咱们攒了10年。我本来想帮他把厂子做大，安享晚年。现在这把尺还是握在我自己手里可靠。20万，够了。你都50多了，而且你说机器能复制你的手法，万一……儿子把我的手艺装进机器里，以为把我掏空了。可他不知道，机器只能学我做过的事，他学不了我没做过的事儿。这双手什么都造得出来，20万够了。明年公司的利润还能翻3倍，有了这套参数，什么样的高端订单都能用机器出。对了，今年过年就别把你爸妈接过来了。行，不接，就他俩那样，来了也是丢人。老公，这机器雕出来的真的跟你爸雕的一样？万一哪天装上不一样的木料，不一样，他的手法全在这里面了，角度、力度、走线一模一样。你怕什么？怕他撂挑子？他不是撂不撂挑子问题，他已经没挑子可撂了。就算给的工资再少，他也只能乖乖来干活。他离不开我，他就我一个儿子。等他知道了机器的事儿，你会气疯了。他已经知道了。文木石料，这小子天生吃这碗饭的。这是什么笋？燕尾笋，黄花梨，而且是老料，油性还没跑，闻着有蜜香。大叔，你这手艺不像是市场里摆摊的。你叫什么名字？父母做什么的？我叫周野，父母早逝，现在一个人在市场打零工。一天能挣多少？不知道，老板给多少拿多少。你愿意跟我学真手艺吗？大叔，你不会是骗子吧？你雕了一个普通的燕尾笋就想收我为徒？普通？你再仔细看看。就是普通的燕尾笋啊，没什么特别的。这叫几蟹，燕尾笋加几蟹是明清修文物的做法。明清宫廷家具受拉力最大的固件都用这个几蟹，我听我爷爷提起过。
这是只有木匠大师才会的手艺。现在，你愿意拜我为师了吗？师傅，我们陈氏榫某7代单传，现在我收你为陈氏榫某第8代传人。师傅在上，受徒儿一拜。先削块木头，让我看看你的天赋如何。手不稳，再来。合格。老伙计，你老婆将你准备重出江湖的事情告诉我了，现在我手里有个活，不知道你敢不敢接呀？老孙，我的手艺你是知道了，不管是修复文物还是雕刻珍宝，都是国内顶尖水平，你就别卖关子了。赵总家里一件明代传下来的黄花梨圈椅坏了，请了3个美院教授都束手无策，赵总开出10万修复费，只求能修好椅子。把地址发我，我现在过去。最基础的东西我都教给你了，现在该带你去实战了。这椅子榫卯结构已经腐朽，我们建议用金属件加固，或者干脆做仿品替换。是啊，明代的东西能保存到现在就不错了，修复根本就不可能。谁说修复不好的？你们是什么人？怎么混进来的？你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保安呢？赶紧把人赶出去，别在这儿脏了赵总的眼。我们是来修椅子的。修椅子？你？赵总，您可别上当，这种江湖骗子我见得多了。您这椅子可是明代的黄花梨，价值3000万，要是让它碰坏了，损失谁来赔？就是，我们3个美院教授都束手无策，他一个不知哪儿冒出来的老头子，懂什么叫文物修复吗？赵总，这椅子你还是放弃修复吧，这内部的应力结构已经完全失衡了，不是手工能处理的，强行修复只会加速椅子的损坏。等等，让他看看。这椅子不是因为腐朽才损坏的，是之前被人用胶水粘过，胶水老化收缩，把原本的榫头撑裂了。如果改用金属件加固，这个凳子3天之内必散架。那它还能修好吗？我能修，而且还能让它比原来还结实。好大的口气，当场修！这椅子可是明代的，榫卯腐朽，结构损坏，我们3个专家都想不到办法。你刚看了一眼，就敢说自己能当场修好？你觉得我们像傻子吗？赵总，我要是修不好，就赔您一把新的黄花梨圈椅。吹牛也要有个限度，把你买了都赔不起这把椅子。而且这椅子我们研究了3天，X 光、CT 扫描全做了，你凭什么认为自己比机器还厉害？这位老师 ，X 光能看见骨头，看不到胶；机器能扫描密度，闻不到30年前的化学味儿。机器再厉害，它不跟木头说话。看好了，这是蒸解法，能无损拆解旧胶。先用刻刀沿裂缝精准划开，刀锋要贴着旧胶层走，不能伤到原生木纤维。故弄玄虚，等他把椅子修坏，看他怎么收场。这块502胶应该是30年前粘的，现在已经完全脆化，它就是害椅子断裂的罪魁祸首。这确实是老502胶的特征，我们 CT 扫描的时候居然没有发现。看好了，这是走马销，明代圈椅的椅拳和腿足连接受的是扭律，普通榫母扛不住，只有走马销才能锁紧。鱼壁胶，古人叫镳胶，取自鱼壁，熬炼7期49天。这胶的好处是干扣后和木材的膨胀系数一致，冬天不裂，夏天不胀。化学胶是死的，这胶是活的。打磨过后就剩最后一步，刷天然大漆，漆要薄，刷的必须均匀，这就修复好了。赵总，等一下，我还需要验证一下。这怎么可能？这把椅子真的被修复好了？没有钉子，没有化学胶，使用榫卯和鱼糊胶，竟然能拼接的严丝合缝，用放大镜都找不到连接的痕迹。走马销，
鱼爆胶，这是明清时期修复文物的手法。你究竟是谁？我姓陈，只是一个普通的木匠罢了。顾教授，现在椅子已经修好了，你们可以走了。陈师傅，我给您50万，聘请您当我的专用木匠，年薪5000万，跟我去京城，专门替我维修藏品。师傅，5000万，可你不是说手艺不是一个人的？赵总，这椅子不是我修的，是他自己活过来的。木头有木头的命，我只是帮他续了一口气而已。陈师傅，您这是什么意思？是觉得50万不够？我再加钱我就收10万，材料费2万，手工费8万，这是市场价，我不能坏了规矩。为什么？年薪5000万，就算是京城的顶级修复师，也没这么高的工资。我修东西不是为了钱，我陈守卓这辈子就剩这点手艺了，卖给了你一个人就传不下去了。陈师傅，陈师傅，既然你想将手艺传承下去，不妨和我合作如何？你想怎么合作？我出钱，你出手艺，咱们合伙开一间工坊，你占60%，我只出钱，绝不插手技术。只要你点头，我们现在就签合同。好，但我有个条件，工坊里手艺第一，利润第2。成交。陈师傅，你放心，我虽然是个商人，但最敬重的就是有真本事的人。老头子，这是哪儿来的？修那把明代全椅的工钱10万还不止。赵世昌要和我合伙开一间工坊，他出钱，我出手艺，我占60%，他占40%。老头子，你说的都是真的？当然真的，我都想好了，等店开起来就接精品木雕和文物修复的活，机器碰不了的咱们碰。师娘，今天咱们得好好庆祝庆祝。临个摆件，我爸人呢？这都初8了，他一个都没调出来吗？陈总，陈师傅从初1开始就一直没来，他竟然真敢撂挑子不干。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还敢不接我电话？走，我们去找他。爸，谁让你旷工的？麒麟摆件的订单堆了40多张，你那套参数机器是能雕，但这是第一批客户，人家点名要看大师手工，你倒好一个都没雕，你想让我赔违金是不是？爸，按照公司规定，无故旷工，你这个月的工资可是要全部扣光的。你现在跟我回去，把麒麟赶出来，我让婉婉这个月不扣你考勤。陈启明，你给我听好了，从今天起，老子不干了。你的机器不是能雕吗？让机器去应付你的客户。爸，你说什么？不干了？我不是在开玩笑，这半年我给你雕了多少精品，修复了多少文物，你们怎么对我的？录像拆参数，机器复刻，2000块定价。爸，谁允许你辞职的？你知不知道擅自离职是要赔500万违约金的？爸，500万违约金你根本就赔不起。违约金？你们根本没跟我签合同，连合同都没有，哪来的擅自离职？启明，你连合同都没给我签，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给我留后路，正好我也不需要。没错，不干了，你们走吧，我们家不欢迎你们。你都50多了，除了雕个木头还会什么？扫地都没人要，你以为你是谁？这是谁？他叫周野，我的徒弟。这年头还有人拜一个木匠为师，小子，你脑子被门夹了吧？学个破木雕，以后连西北风都喝不上。师傅对你们这么好，你们年底就给师傅发2000工资，你们还是不是人？你一个外人，也想插手我们的家事？他不是外人，周野不仅是我徒弟，他是我陈守卓的衣钵传人，陈氏榫卯第8代。衣钵传人，爸，陈氏榫7代单传。你传给一个外人，你把祖宗的规矩破了。你眼里祖宗的规矩值多少钱？2000还是128万的新车？我不会跟你们走的，你们回去吧。行，爸，你有骨气，我倒要看看你一个50多岁的老头出去能混出什么名堂。等你在外面碰了壁，别哭着回来求我们。爸，你太冲动了，外面不像家里，没人会惯着你。我们辛苦了半辈子，到头来竟然养出来头白眼狼。师傅，他们太过分了。陈师傅，工坊的装修已经收尾了，你什么时候过来看看？赵总，
我现在就带徒弟过去。好，对了，我让几个朋友放出风声，说京城来了一位真正的存宝大师，现在已经有客户找上门了。赵总，工坊还没正式开业就有客户了。陈师傅，你修那把明代圈仪的时候，3个美院教授可都看着呢。这圈子就这么大，加上我的黑宣传，关于你的消息早就传开了。妈，您就放心吧，他就我一个儿子，他还得等着我给他养老呢。就算给的工资再少，他最后还是会乖乖回来的。就是爸妈，你们放心，他除了雕木头什么都不会，谁要他？等他在外面吃了苦头，肯定会回来求启明的。启明，我告诉你，开这个厂子，我们苏家可是出了不少钱。你爸想分5成利润，简直在做梦。他要是回来求你们，1分钱都别多给。爸，你以为你能硬到什么时候？等你在外面混不下去，跪着回来求我的时候，我会让你知道这厂子到底是谁说了算。陈总，最近圈子里都在传，有位陈师傅修好了明代黄花梨圈椅，3个美院教授都束手无策。据说那位陈师傅就是您父亲。是的，我爸手艺确实好，老一辈的手艺人嘛，手工精细。但说实话，老派思路跟不上时代，一件一件手工雕，产量上不去，成本下不来。那精工牧场现在的生产模式是现代化，我们把我爸40年的手工技法全部数据化，角度、力度、走线写进了数控机程序。现在一件精品雕件，机器10分钟就能出，效率是手工的几10倍。你看这个龙眼，微凸球面0.3毫米凹陷，和我爸的手工一模一样，但这是机器出的，这才是手艺的未来。陈总，那您现在方便透露一下，您和您父亲在精工牧场各自的身份是？外界有些说法，我爸是厂里的技术顾问，至于我，精工牧场的第8代传人。陈师傅，你可算来了，看看这地方还满意吗？赵总费心了，陈师傅客气了，跟着陈师傅好好学，以后前途无量。赵总好，陈师傅，这就是给你介绍的客户，钱总，做房地产生意的。陈师傅，久仰大名。赵总跟我提了您修复明代圈椅的事儿，3个美院教授都束手无策，您当场就给修好了。我今天来是想请您看看这件东西。这件鼻眼是我爷爷的遗物，传了3代了。之前不小心磕了一下，缺了这么一块。我找了好几个师傅看，有的说要打钉子固定，有的说要灌化学胶填补，还有的说这缺口太小，铜料难找，修不好，建议我做个仿品替换。可这是我爷爷的遗物啊，仿品再像，也不是原来那个了。陈师傅，您有把握修好吗？妈，您就放心吧，他就我一个儿子，他还得等着我给他养老呢。就算给的工资再少，他最后还是会乖乖回来的。就是爸妈，你们放心，他除了雕木头什么都不会，谁要他？等他在外面吃了苦头，肯定会回来求启明的。启明，我告诉你，开这个厂子，我们苏家可是出了不少钱。你爸想分5成利润，简直在做梦。他要是回来求你们，1分钱都别多给。爸，你以为你能硬到什么时候？等你在外面混不下去，跪着回来求我的时候，我会让你知道这厂子到底是谁说了算。陈总，最近圈子里都在传，有位陈师傅修好了明代黄花梨圈椅，3个美院教授都束手无策。据说那位陈师傅就是您父亲。是的，我爸手艺确实好，老一辈的手艺人嘛，手工精细。但说实话，老派思路跟不上时代，一件一件手工雕，产量上不去，成本下不来。那精工牧场现在的生产模式是现代化，我们把我爸40年的手工技法全部数据化，角度、力度、走线写进了数控机程序。现在一件精品雕件，机器10分钟就能出，效率是手工的几10倍。你看这个龙眼，微凸球面0.3毫米凹陷，和我爸的手工一模一样，但这是机器出的，这才是手艺的未来。陈总，那您现在方便透露一下，您和您父亲在精工牧场各自的身份是？外界有些说法，我爸是厂里的技术顾问，至于我，精工牧场的第8代传人。陈师傅，你可算来了，看看这地方还满意吗？赵总费心了，陈师傅客气了，跟着陈师傅好好学，以后前途无量。赵总好，陈师傅，这就是给你介绍的客户，钱总，做房地产生意的。陈师傅，久仰大名。赵总跟我提了您修复明代圈椅的事儿，3个美院教授都束手无策，您当场就给修好了。我今天来是想请您看看这件东西。这件鼻眼是我爷爷的遗物，传了3代了。之前不小心磕了一下，缺了这么一块。我找了好几个师傅看，
有的说要打钉子固定，有的说要灌化学胶填补，还有的说这缺口太小，铜料难找，修不好，建议我做个仿品替换。可这是我爷爷的遗物啊，仿品再像，也不是原来那个了。陈师傅，您有把握修好吗？酸枝木，缺口处的纹理斜向交错，之前有人用砂纸打磨过，伤了木纤维的顺丝结构。您怎么知道？之前确实有个师傅用砂纸打磨过，越磨越糟。钱总，这笔显我能修。真的？陈师傅，您可别骗我，这可是我爷爷的遗物啊！我陈守居修东西，从不打荒语。师傅，要不让我试试吧？您教我的那些手法，我都记着呢。小野，这一单我亲自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一单不是普通的修补，这是咱们木心堂打响名声的第一站。客户修的是藏品，看的是手艺，但同行看的是招牌，是名声。你现在的手艺修得好物件，但修不出分量。等你的刀能刻出魂来，这招牌就交给你扛。师傅，我明白了。李总，麒麟摆件的事儿你放心就好，一切都在按计划推进。陈总，我再三确认一下，还有2天就是交货日期了，你们能不能按时做出来？李总，你这是在质疑我们工厂的实力。我厂子用的是国外进口的5轴数控雕刻机，业内顶配，效率比人工高10倍，精度更是没得说。别说1批麒麟摆件，就是10批，我也能按时交货。李总，你2天后要是见不到货，我赔你5倍违约金。好，陈总，我就信你一次。2天后下午5点见不到货，违约金7000万。7000万？哼，不过是几个小玩意儿，我的机器1天就能雕出来。老公真厉害。对了，你爸。什么？精雕车间全停了？老公，厂里出事了，精雕订单全部做不出来，机器雕的麒麟摆件全是废品。我爸呢？他还没回去上班吗？没有，他根本没回去。没用的东西，都干什么吃的？没有他一个老东西，我的厂子就转不动了。老公，这都是废品。这就是你们雕出来的东西，眼神死板，鳞片粗糙。陈总，参数显示一切正常，但是紫檀木的纹理斜向交错，机器逆纹硬切就会崩茬。崩茬？我花600万买的进口设备，业内顶配，你们告诉我会崩茬？我养你们这群人有什么用？机器雕不出来，你们不会想办法吗？啊？这些半成品以前都是怎么处理的？以前都是陈师傅手工精修一遍，机器雕出胚子，陈师傅用刀修出神韵。你早就知道机器雕不出成品，是不是？陈总，我汇报过的，机器只能雕胚子，后期必须人工精修。我怎么没看到汇报？你这种明知有问题却藏着掖着等着看我笑话的人，还留在这干什么？滚！立刻给我滚！爸，你终于接电话了。喂，爸，你终于接电话了，厂里出大事了，你快回来！那些机器雕出来的都是废品，客户2天后就要货了，你赶紧回来给我修。陈先生，我师傅正在专心修补，不能被打扰，请你不要再打电话了。算个什么东西？一个野徒弟也敢跟我这么说话？把手机给我爸，让他马上来厂里上班，这是命令。谁的电话？骚扰电话。师傅，您继续。神了，真是神了，这比新的还好看。陈师傅，您这手艺我服了。陈师傅，我回去就给您做宣传，让圈子里所有人都知道，京城来了位真正的榫卯大师。以后我所有的藏品修复都只找您。钱总客气了，木心堂手艺第一，利润第2。反了，都反了！一个野徒弟也敢挂我电话！陈总，不好了！又怎么了？
订麒麟摆件的李总派代表来厂里参观了，现在就在公司门口。婉婉，你去我爸家里找他，无论如何把他给我带回来。人在呢，带我去见他。张秘书，欢迎欢迎。陈总，李总派我先来验货，麒麟摆件的进度怎么样了？张秘书，你放心，一切都在按计划推进。这批麒麟宝剑用的可都是德国进口的5轴数控雕刻机，业内顶配。陈总，这就是你说的业内顶配雕出来的东西？这是调试阶段的样品，不算数。陈总，你不要告诉我放在展示区的这就是成品。李总花的可是手工精雕的价钱，结果你给我们机器雕的残字品。张秘书，机器雕刻是未来的趋势，效率高，成本低，而且整个京城只有我陈启明的厂子能接得了李总对精度要求这么高的单子。李总要是不跟我们合作，2天内可根本找不到第2家能接手的。陈总，李总说了，2天后下午5点见不到合格的成品，违约金7000万。都怪那个老东西。家里就你一个人啊？那老东西呢？你来干什么？我来干什么？我来告诉你们，想回去上班，就到工厂去求我们。他现在有工作，比在你们那边好10000倍。有工作？他这个年纪谁还敢要他？让我猜猜，他该不会出去捡废品去了吧？告诉你男人，明天上午6点之前，他要是不到厂里来，这辈子就别想再踏进工厂一步。只有那个老太婆一个人在家，我问她人去哪儿了，你猜那老太婆怎么说？说她现在有工作，比在我们厂里好10000倍。工作？就她那把年纪，除了雕几块破木头还会什么？我看啊，顶多就是去哪个工地搬搬砖，或者去街上捡捡废品。妈还说什么有工作，不过是死要面子罢了。老公，你说他会不会真的去别的木工厂上班了？不可能，他今年都56了，哪个厂子愿意要一个半截入土的老头？可是厂里那边麒麟摆件的订单2天后就要交货了。放心，那老东西就我一个儿子，他不靠我靠谁？他现在就是在跟我赌气，想逼我加工资。等他在外面四处碰壁，吃不上饭了，自然会乖乖滚回来求我。到时候我连2000块都给他，就给他1500，看他干不干。老公，还是你有办法，他就得好好治治他的臭毛病。等着吧，最迟明天他就得回来跪着求我。张秘书，牧场那边的情况你都看清楚了？李总，情况不容乐观。我亲自去他们的雕刻车间看了，满地都是废品，根本达不到您要求的工艺标准。陈启明当初跟我签合同的时候是怎么说的？他说他们厂有全国顶尖的手工雕刻师，能保证每一件都是艺术品级别的。结果呢，给我用机器雕残次品。他还跟我吹嘘，说整个京城只有他能接这个精度的单子，威胁我们2天内找不到第2家。7000万的违约金，就算他陈启明赔不起，我李建华也丢不起这个人。2天后下午5点见不到货，我的港城町开货就要推迟，损失的不是钱，是信誉。张秘书，你马上在京城范围内寻找其他能接这个单子的工坊或工匠，不管大小，只要有真本事，价格好商量。明白，李总，我这就去办。2天，只有2天。祖传笔洗，磕碰缺角多年，今日终得圆满修复。感谢木心堂陈守拙大师妙手回春，浑然天成。木心堂，陈守拙。李总，稀客啊，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老钱，你朋友圈发的那个笔洗是真的？那个什么木心堂的陈师傅手艺真有那么神？老李，我什么时候在收藏上打过眼？这陈师傅那可是真正的榫卯大师。我那个有缺口笔洗被他修补之后，根本就看不到修补痕迹。老钱，不瞒你说，我这边有一批麒麟摆件的高精度订单，原镇的厂子出了大问题，2天后就要交货。这个陈师傅能不能做这种活？老李，虽然我没见过他雕刻东西，但他修补笔洗的时候，手比机器都精准。我感觉他的雕刻手艺也肯定不一般。你把木心堂的地址给我，我派人去看看。张秘书，
马上来我办公室。李总，您找我？你看看这个，钱穆野推荐的木心堂陈守卓大师，我刚才打听过了，这人手艺通天。你去这个木心堂看看这个陈师傅能不能接我们的麒麟标剑订单。明白？我这就去。记住，时间只有2天。如果他能接，原材料工钱，一切条件好谈。但如果他也不行，我们这次就真的栽了。李总放心，我一定把这件事办妥。陈守卓，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请问哪位是陈守卓陈师傅？我就是。您是？您好，我是港城李建华李总的秘书，姓张，冒昧打扰，是想请您看看一个订单。张秘书，请坐。萧野，倒茶。好。陈师傅，李总需要在2天内赶制一批麒麟摆件，工艺要求极高，这是设计图和工艺标准，您看看能不能接？这不是启明厂里的订单吗？张秘书，这活我能做。真的吗，陈师傅？小野，去把那块紫檀料搬出来。样品我现在就能给你做出来，你看看是不是你要的东西。张秘书，请看。这怎么可能？陈师傅，您只用了1个小时。样品而已，粗胚加精修，不用做全品的打磨和上大漆。如果是完整的成品，要再多费些时间。精度至少在0.02毫米以下。您这麒麟就像是活过来的一眼。我师傅的活物雕，全国都找不出第2个。张秘书，样品您看过了，这活我能接，但有几件事必须说清楚。陈师傅，您说。第一，这是纯手工活，不是机器批量生产。我年纪大了，精力有限，加上我徒弟还在学艺，能帮上忙的有限。2天之内，我最多只能交付10件精品。10件？李总那边原本定的是50件。50件，就算把我这把老骨头熬散了也做不出来。手工精雕讲的是慢工出细活，如果李总急着要数量，可以找别人。10件就10件，质量第一。陈师傅，那咱们现在能签合同吗？小野，去取纸笔，拟一份简单的契约。陈师傅，李总要是看到这支样品，一定会非常满意的。我代表李总先谢谢您了。那价钱怎么算？价钱等做完后再聊，但我向你保证，绝对不会狮子大开口。我接这单不是为了钱，我只是想让人知道，真正的手艺不该被机器埋没，更不该被糟蹋。好，我还需要向李总确认一下。李总，样品我带回来了。快，打开让我看看。这真是那个陈师傅1小时内雕出来的样品？千真万确，我亲眼看着他下刀，每一刀都精准到毫厘。而且陈师傅说了，这还只是粗胚加精修，没有最后打磨和上漆。如果是成品，会更加完美。好，老钱果然没骗我，这个陈守卓真是神了。这龙晶，这鳞片，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品。李总，陈师傅说了，2天之内他只能交付10件精品，而且价钱要最后再算。10件就10件，价钱多少都不是问题。这种级别的精品，在港城1件就能炒到400万，10件足够撑场面了。这10件麒麟，原材料必须是顶级紫檀。陈师傅虽然说自己备料，但我们不能让他操心这个。你马上联系木材供应商，给陈师傅送一批最好的紫檀。明白，我这就去办。陈守卓，这次要是能顺利交货，我就欠你一个大人情了。都围在这儿干什么？不用干活吗？陈总，你今天必须给我们个说法，再这样下去，别说麒麟摆件交不了货，我们下个月的工资都发不出来。陈总，咱们厂子以前能接到高端订单，全靠陈师傅手工精修。现在陈师傅不在了，机器就是个摆设，你得给我们一个交代，这厂子还开不开了？交代？我给你们交代，我花600万买的德国进口机器，你们这群人不会用，还好意思跟我要交代？机器雕不出来，你们不会用手修吗？啊！我养你们这群人干什么吃的？陈总，我们倒是想修，可我们没那个手艺。这厂子从开办到现在，所有高端订单的精修环节都是陈师傅一个人完成的。你身为陈师傅的儿子，自己怎么不修？你说什么？我陈启明是总经理，是老板，我管的是战略，是生意。你让我一个老板去车间雕木头，陈师傅的手艺那可是国家顶级的。
当初要不是陈师傅来厂里坐镇，这厂子早就倒闭了。现在陈师傅被逼走了，你还想让我们来给你擦屁股？做梦！老公，别跟他们一般见识。你们一个个都翅膀硬了是吧？觉得我离了我爸就转不动了是吧？滚！都给我滚！今天谁走出这个大门，以后就别想再回来！不滚是吧？行，我现在就宣布，你们全部被开除了，立刻马上给我滚出去！不用你开除，我们自己走。继续跟着你这种忘恩负义的老板，能有什么好下场？老公，这下怎么办？工人都走了，订单也交不了货。怕什么？再招一批新员工不就行了？都是因为他，等他在外面混不下去回来求我的时候，我要让他跪着进这个厂门。三叔公，我爸他把陈氏榫卯传给外人了，一个在旧货市场搬木头的孤儿。他给那人磕头拜师，说周野是陈氏榫卯第8代传人，7代单传，断在他手里了。我去求他回来，他把我赶出门。三叔公，我没脸见祖宗。7代了，7代人的手艺，他说给外人就给外人。三叔公，亲家他还在城南开了个什么木心堂，听说生意做得还挺红火，用陈家的手艺赚外人的钱，把亲儿子往死里逼。你爸在城南，带我们去。三叔公，守拙，我今年83了，你爷爷收我爹做徒弟那年，你还没出生。陈氏榫卯，7代人，只传血脉。你爹传给你的时候，你怎么跪的祖宗？三叔公，启明把我的手艺录下来，装进机器，告诉我2000块是定价。他用祖宗的手艺给128万的新车买单。这位我的亲儿子，7代单传的第8代，在媒体上说自己是陈氏榫卯传人。三叔公，你问问他会用刻刀吗？守拙，启明这孩子是不像话，但你也不能，他再不好也是你亲生儿子，手艺传给他，我们这些老骨头来盯着，让他改。手艺不是盯出来的，是信出来的。这个年轻人在旧货市场闻着木头味道就能认出料，他不问工资多少，先问着木头怎么下刀。三叔公，40年前我爹把手艺传给我的时候，我跟他一模一样。守拙，祖宗的规矩，老骨头说不算，手艺在你手里，你自己看着办。连三叔公都……陈师傅，不是说要2天才能做好吗？这才过去1天，10件麒麟就都完成了。这东西越雕越顺手，我看你挺着急的，就想着尽快做完，10件全在这儿了。这可是师傅1晚上没睡，熬夜赶工做出来的，而且质量绝对有保障。完美，简直是完美！这10件麒麟，随便哪一件拿出去，都是艺术品级别的。我还从未见过如此精湛的手工。我师傅说了，手艺人的命就是手里的刀。刀不骗人，手艺也不骗人。张秘书，货你验完了，按照契约，这10件麒麟现在归李总了。张秘书，这是货款清单。陈师傅，这价钱不对吧？难道价钱我要高了？可材料费8万，手工费4万，我都是按最低价报的啊。张秘书，这是10件麒麟的工钱，材料费8万，手工费4万。已是市场最低价了。陈师傅，您误会了，我不是说贵，我是说太便宜了。这10件麒麟，随便哪一件拿到港城拍卖行，起拍价都要80万，您10件才收12万，80万一件。师傅，咱们发财了？80万还是保守估计。李总这批麒麟是放在港城最高端的展厅里的，工艺要求极高，面向的都是顶级藏家。陈师傅这手艺，一件卖400万都不稀奇。我答应接这单，本就不是为了赚大钱。手艺人的规矩，该多少就是多少。我陈守拙修东西，手艺第一，利润第2。陈师傅，这500万您必须收下。张秘书，12万足够了，多1分我不要。少1分我也不争。陈师傅，您误会了，这不是这10件麒麟的工钱，
而是李总跟您长期合作的预付定金。定金？没错，定金。您要是不收，就是看不起我们李总，也是断了以后的合作。如果直接说这是这次的工钱，陈师傅是肯定不会收的。李总吩咐了，必须按高价支付工钱。反正李总后面和陈师傅后面肯定还会有合作，说是合作定金最合适。师傅，张秘书说的对，咱们以后还要进好料，还要换大房子，师娘也不用再缝补旧工装了。您就收下吧，这是人家的心意，也是咱们应得的呀。好，这500万我暂且收下，但请你转告李总，我陈守卓修东西，凭的是良心和手艺。若是为了钱坏了规矩，这合作随时可断。陈师傅放心，李总最敬重的就是您这样的真君子。明天李总还要亲自来拜访您，那咱们就说定了。师傅，500万，咱们有钱了，你和师娘不用再挤在旧房子里了，可以住大房子了。小野，钱到手了，但心不能飘。这钱是木心堂的启动金，更是咱们手艺人的底气，不是拿来炫耀的。去，把支票收好，锁进抽屉里，别声张。是，师傅，我这就去。启明，这都下午3点了，我的花花梨砚台呢？你昨天不是跟我今天肯定能拿到手？我要拿去送人的，耽误了大事，你担得起吗？就是，启明，你那个死鬼老爸到底怎么回事？一个破砚台雕了几天了还没眼儿，他真把自己当祖宗了？爸妈，您二老消消气儿，我爸他今天肯定会来的。等会儿他来了，我让他先给您把砚台雕好，雕到您满意为止。老公，要我说，你爸就是给脸不要脸。旷工这么多天，今天还迟到，等他来了，必须让他好看，扣他半年的工资。我们现在厂里的工人跑了一半，机器也停了。等他来了，先让他把砚台和麒麟摆件做完，等订单交了货，再慢慢收拾他。现在他还有用。医院的电话，请问是沈兰家属吗？沈兰女士现在在我院急诊科，初步诊断为腰椎严重受损，现在需要立即进行手术，请家属尽快赶来。什么？我妈现在在医院了，请带上诊巾，尽快赶来。老公，怎么回事？你妈怎么会在医院？我妈在医院，我爸肯定会守在那儿。走，去医院，正好把他抓回来。什么？沈兰她怎么样了？医生说腰伤得很重，可能要手术，你快带钱来吧。师傅，怎么了？你师娘在家搬衣柜，被砸伤了腰，在医院。师娘她一个人在家搬衣柜，那衣柜多重啊？她肯定是想收拾东西搬到咱们这边来。她那个腰本来就有旧疾，都怪我，我这几天只顾着店里，没回家看她。小野，去抽屉把张秘书给的支票拿上，我们现在就去医院。是，师傅。医生，我妈怎么样了？病人腰椎严重受损，伴有旧疾复发，必须尽快手术。先去交30万押金，然后办理住院手续。手术费加后续治疗、康复费用，大概需要150万左右。150万，这俩人真会给自己找事。不过正好，我爸他肯定拿不出这么多钱，我就等着他求我给这老太婆治病。150万？你们医院抢钱啊？不就是腰伤了吗？
病人的腰椎有旧伤，这次外力撞击导致椎体受损，手术难度高，风险大。你们做家属的，要是想省钱，可以转院，但出了事，我们不负责任。医生，你别跟他一般见识，我们治，一定治。要做手术就赶快去窗口缴费。你可算来了，爸，你终于来了。我妈为了你，把腰都累断了。你这几天去哪儿了呀？爸，急着进去干嘛？咱们先把话说清楚。你旷工这么多天，启明还没跟你算账呢。嘿呦，启明，你爸这是从哪个垃圾堆爬出来的？这一身臭汗加木屑，怎么好意思来医院的？让开，我要去看我老婆。爸，你别这么大火气。我妈的事儿是意外，谁也不想。但你这几天撂挑子不干，厂里可都快乱套了。守住，启明这孩子孝顺，一直替你说好话。虽然你旷工这么多天，严重违反了厂规，但看在你是启明亲爹的份上，我们就不跟你计较了。就是，启明说了，只要你肯回厂里上班，以前的事一笔勾销。我们还愿意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完了，说完就让开。那批麒麟摆件，还有岳父的黄花梨砚台，可都在等着你呢。你带着徒弟一起回厂也行，我给你涨点工资，1个月3000，年底我再给你补点奖金。陈启明，你疯了吧？还给他涨？先哄他回去。3000，陈启明，你当初跪在老宅门口求我来厂里的时候，说的是1个月8万，年底50%利润分红。现在你给我3000。爸，厂子今年真的很困难，能开出3000已经是我最大的诚意了。你看，我连你这个徒弟都答应收下了，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谁要跟你回那个破厂子？我师傅现在有工作。陈启明，我是不会跟你回工厂的，不是钱的问题，是你这个人良心坏了。3000块，你还是留着给你的好岳父买砚台吧。陈守拙，你别给脸不要脸！你以为你是谁？一个50多岁的木匠，除了雕几块破木头，你还有什么本事？出去扫大街都没人要你。就是，启明，要我说，他就是在外面混得太惨了，没脸回厂。你看他那徒弟，穿得破破烂烂的，师徒俩怕是连饭都吃不上吧？你嘴巴放干净点儿。怎么，一个野徒弟也敢对我妈吼？启明，这就是你爸教出来的好徒弟，没大没小。爸，你跟我回厂，我给你4000，不5000。等这批订单交了货，我给你分红。真的，我发誓。陈启明，你当初跪在地上发誓的时候说的是8万工资，50%利润，你的发誓不值钱。爸，你不回厂，那你告诉我，你这几天在哪儿高就啊？是不是在哪个工地搬砖，还是去街上捡废品了？老公，你爸该不会真去捡破烂了吧？你看他那徒弟手里还拎着个破帆布包，里面装的该不会是捡来的塑料瓶吧？就是，启明，你爸要是真混不下去了，你就别逼他了，让他去捡几天垃圾，他就知道厂里的3000块工资有多香了。这些势利眼，我师傅他没有去捡破烂。我在哪里做事，不劳你们费心。我陈守住这辈子凭手艺吃饭，走到哪儿都站得住。倒是你陈启明，你那个厂子离了我，还能做出几件像样的东西来？爸，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厂里那批麒麟包架后天就要交货，没有你，那批货就是一堆废品。7000万的违约金，你是想看着你儿子破产吗？7000万，那是你的事儿。你当初花600万买德国机器，以为机器能代替人，现在知道错了，晚了。启明，你跟这儿不讲理的人废什么话？他不管你的死活，你也不用管他的死活。他不是硬气吗？就让他硬到底，我看他拿什么给那老太婆做手术。好，你有种，
我倒要看看你一个50多岁人带着一个野徒弟能混出什么名堂！没有我陈启明，你什么都不是！要是没有我，你的厂子早就完了。你以为你在厂里修好几个破木头，自己就值钱了？我告诉你，你就是个臭工匠，除了启明，谁还要你？值不值钱，不是你说了算。让开！你是沈兰的家属？我是她丈夫。医生，我爱人怎么样了？病人腰椎受损严重，必须立刻手术。这都过去多久了，怎么还没去缴费？手术费加住院押金，后续康复治疗，总共需要150万。医生，我是他儿子，这钱我们马上交。那就动作快点，拖久了，病人下肢可能面临永久性损伤。爸，150万，你听见了吗？手术费150万，你那20万养老钱够你？我付得起。李建华的单子你是不是接了？那是我的订单，港城李总的麒麟摆件是我的，你接了，你没日没夜雕出来了，钱呢？李建华给你多少钱？爸，你要是真拿到了李总的钱，那钱也应该归厂里。他挖的是启明的客户，用的是陈家的手艺，你拿着陈家的手艺接私单，港城那边要我赔7000万违约金，你不回来我死定了。但是你回来帮我撑过这一单，我妈的手术费我全出不少。我手上没有别的牌了，这是我最后的条件。你们太过分了！陈启明，你知道我和你妈有20万存款，但你不知道，这20万是你妈一针一线我省吃俭用10年攒下来的。你更不知道，我现在手里究竟有多少钱。你手里有多少钱？你别告诉我，你这几天在外面捡破烂，捡了100多万。我再说一遍，我付得起。让开，我要去缴费。爸，你那20万连押金都不够，你现在跟我回厂，我可以考虑先帮你垫付10万，让我妈能做上手术费。这是你最后的机会。10万，就想买我后半辈子？陈启明，你打错算盘。老公，别跟这老顽部废话了。他愿意死撑就让他撑，等医院停药了，他就知道厉害了。爸，我今天把话撂这儿，你不答应回厂，哪儿也别想去。把手拿开！我不拿开，你能把我怎么样？你今天必须给我个准话，回不回工厂？放开我师傅！你敢打我老公！陈守春，你养的徒弟还敢动手打人，你还有没有家教？启明是你亲儿子，你让他打你儿子？老东西，你今天要不给个说法，我苏女人跟你没完！陈启明，我最后说一次，我不回厂，不是因为钱，是因为你这个人不配当我儿子。我可是你亲儿子，怎么你还想在这打我不成？松手！你快给我松手！我雕了40年木头，手上的力气不是用来打人的。但你要再敢拦我，别怪我不客气。你没良心的人！我师父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儿，就是生了你这么个没良心的儿子。看什么看？都给我滚开！好，爸，你不是付得起医药费吗？我倒要看看，你那20万砸进医院之后还剩什么。等你交不出后续治疗费，被医院赶出去的时候，别跪着来求我。爸，启明说的是实话，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等你那20花花光了，你和妈就等着睡大街吧。我最后劝你一句，别为了面子毁了里子。启明是你亲儿子，你跟他作对能得到什么好？就是老东西，你就等着后悔吧。小野，走，先去看你师娘。让他装，我看他能装到什么时候。
李建华的单子他接了又怎样？他的钱总有花完的一天。港城违约金我拖得住，拖不住，他是我爸，他总不能看着我死。老公，咱们就等着看他笑话。爸，您放心，他除了厂子没有别的去处。等他穷得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他会哭着回来求我的。到时候别说3000、1000他都干。启明，你有这个信心就好，但那个砚台你得想办法，不能耽误了我的事儿。爸，我保证在您送人之前标好。老公，他哪来的150万？李建华再大方也不可能给他那么多，他肯定走之前偷了厂里的工具出去卖。你回去查查库存。腰还疼不疼？不疼了。老头子，我这腰是不是要动手术？医生说要好多钱。师娘，您别担心，师傅他有钱。小野，别骗师娘了，手术费要是不够，咱就不治了，回家养着。老婆，你放100个心，我陈守坚这辈子什么时候让你为钱发过愁？你安心做手术，其他的交给我。老头子，我听你的。你呀，就是太要强了。我都跟你说了，等那边安顿好了，就接你过去住大房子。你倒好，一个人在家搬什么衣柜？我想着把咱们要换洗衣服，收拾收拾，早点搬过去。谁知道我又给你添乱了。老婆，你人没事比什么都强。你在这等着，我现在就去缴费。师傅，您真要一次性全交？交，1分不少。你师娘的手术不能拖。急诊科沈兰，手术费加住院押金150万，我一次性缴清。大爷，您这是张500万的支票，先花150万，剩下的存入医院的预存账户，作为后续的治疗费用。好的，您稍等。这老头是谁呀？500万的支票，看着像个老木匠，现在木匠这么有钱。大爷，150万已入账，剩余350万已存入预存账户，您收好回支。谢谢。老头子，你交了多少？150万一次性缴清了，还多存了300多万在医院账户里，给你后续养身子用。300多万，老头子，违法的事儿咱可不能干啊！你在哪儿搞来的这么多钱？师娘，师傅没做违法的事儿，这是正经钱。师傅接了个大客户的活，人家非要预付定金，师傅本来只收12万，人家嫌太便宜，说师傅的手艺一件就值400万。老头子，这是真的？当然真的，老婆，我陈守朝这辈子就没骗过你，这钱是手艺钱，干净钱。老头子，我不是在做梦吧？咱们再也不用看启明那白眼狼的脸色了。不用了，以后咱们凭手艺吃饭，堂堂正正。你安心养病，等你好了，我带你去看看咱们的新地方，咱们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婉婉，你说他现在是不是正急得团团转？150万手术费，他去哪儿凑？老公，要我说，最多今晚他肯定得打电话来求咱们，到时候你可别心软，必须让他签个保证书，以后老老实实回厂干活，让他打工还债。启明，这次一定要把他拿捏死，我那砚台可还等着他呢。就是，还有那个野徒弟绝对不能带进厂，看着就晦气。陈总，出事了，港城李总那边刚刚来电话了，说明天下午5点准时派人来验货，如果见不到50件合格的麒麟摆件，违约金7000万，1分都不能少。知道了，回去吧。老公，你不着急吗？明天就是交货日。我爸现在还在医院守着那老太婆呢。150万手术费，他砸锅卖铁也凑不齐。他那个野徒弟，跟着他能有什么出息？你确定？万一他真硬到底？爸，您不了解他，
那老太婆是他的命根子，他一定会回来求咱们的。等他回来，我就让他通宵赶工，不睡觉，也得把50件麒麟给我雕出来。就是，启明说的对，他除了回厂还能去哪儿？外面谁要一个50多岁的老头？老公，还是你有办法。这次我要让他知道，跟我作对是什么下场。老头子，我这是做完手术了吗？手术很成功，医生说你恢复的比预期要好。师娘，我熬了您最爱喝的小米粥，加了红枣和桂圆，补气血的。小野，辛苦你了，跟着我们老两口，让你受累了。师娘，您别这么说，我周野这辈子能遇到师傅，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您和师傅就是我的亲人。小野，你师娘就交给你照顾了，我得回工坊一趟，李总马上就要到了。师傅您放心，我守着师娘，寸步不离。老婆，我处理完就回来，安心养着，别操心。去吧，正事要紧。老公，爸怎么还没打电话来？按理说医院应该催交手术费了。再等等，肯定在凑钱，凑不到就会来求我。我现在就给医院打电话问问。喂，帮我查一下沈兰的手术情况，我是她儿子。沈兰女士，她昨天就已经做完手术了，手术很成功，她丈夫一次性缴纳了150万的手术费，还在医院预存账户存了350万，后续治疗完全不用担心。老公，怎么了？那老太婆的手术已经做完了，150万一次性缴清，还存了350万。350万，他从哪弄来的这么多钱？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一个老木匠怎么可能？陈总，出大事了！您看看这个。陈总，最近京城收藏圈都在传这个木心堂，说有个陈手镯大师手艺通天，咱们厂已经有3个大客户打电话来说要取消订单，转去木心堂做定制。木心堂，陈守建，他自己开店了。他哪来的钱开店？他肯定偷了厂里的钱。启明，你还不明白吗？他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他早想自己当老板了。木心堂，好你个陈守劝！你以为你翅膀硬了？你建工坊的钱肯定是偷了厂里的钱，你给我等着！木心堂，他还真敢背着我开店。老公，我们现在就进去，当面问清楚，他到底背着咱们干了多少事儿。爸，你竟然背着我在外面开店，你这不是诚心和自己儿子抢生意吗？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儿子？爸，我们真是小看你了，藏得够深的啊！背着启明偷偷摸摸当上老板了。你这半年在厂里，是不是早就盘算着这一天了？这地方租金不便宜吧？这些紫檀、黄花梨哪一件不是天价？你一个拿2000块工资的木匠，哪来的本钱置办这些？就是，你别是干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事儿吧？陈启明，这木心堂
是我陈守先凭手艺挣来的。凭手艺挣来的？爸，你当我是3岁小孩啊？你这铺子，少说也得100-200万才能盘下来吧？更何况你给我妈治病花了500万，你这钱究竟是怎么来的？婉婉说的对，你这钱来路正不正，说清楚了对大家都好。万一是什么不干净的钱，连累了启明，连累了我们，那可就不好了。哼。我的钱从哪儿来是我的事儿，你们今天来不是来和我谈生意的，也不是来关心我的，有话直说，有屁快放！好，你不说是吧？那我就替你说，你见着木心堂的钱，肯定是偷了厂里的钱。爸，你真是好算计啊！在厂里装老实，背地里偷钱开店，你这是在犯罪！启明，这种手脚不干净的人就该进大牢，让他知道偷苏家的钱是什么下场。爸，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告诉我钱从哪儿来的，是不是偷了厂里的？承认了，跟我回去，继续跟着我干，我还能念在父子情分上饶你一次。我再说一遍，这木心堂是我凭手艺挣的，我没有拿厂里1分钱。我陈守坚这辈子站得直，坐得正，不怕查。这可是你自找的，等检察官到了，你这个店可就开不下去了，是吗？想查陈师傅的店，经过我同意了吗？赵总，您怎么来了？老公，他是谁啊？你对他这么客气干嘛？这可是京城收藏圈的顶级富豪赵世昌赵总，同时他还是京城第1集团赵氏集团的老板。我怎么来了？木心堂是我出钱投资的，我不来这儿，该去哪里啊？睁大你的眼睛，给老子看清楚！木心堂的装修、首批木料全是我赵世昌投资的，合同上白纸黑字儿，陈师傅何来偷钱一说？60%。赵总，您为什么给他投钱啊？他就是个老木匠，凭什么？就凭陈师傅修好了我价值3000万的明代圈椅，凭陈师傅的活物雕手艺，全国找不出第2个。苏鼎元是吧？我听说过你。苏家前几年靠拆迁发了家，你女婿这厂子你投了3000万，我劝你赶紧撤资，这厂子没了陈师傅就是一堆废铁。启明，走，我们快走。赵总不是咱们能惹得起的。爸，今天就是麒麟白酱交货的日子，我要是交不上货，就要赔7000万的违约金。你是我亲爸，这厂子是你反火的，你不能看着他倒下吧？爸，启明说的在理，你看你现在开了店，不就是在抢启明的生意吗？这世道哪有老子和儿子抢生意的道理？就是。你一个老头子，就该好好帮衬自己的儿子。爸，你现在跟我回去，我给你涨工资，1个月1万，公司福利和年底分红一个不少。你先把麒麟雕完，今天交货后，咱们父子联手把厂子做大。陈启明，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陈启明，你们一家真是打了一手好算盘，用不到陈师傅的时候，工资就给2000。现在陈师傅走了，你们厂里遇到困难，又想起陈师傅了。陈师傅在这一天就能赚500万，你给陈师傅1个月才开1万，你当陈师傅是傻子吗？一天就赚了500万，而且现在陈师傅是我的人，你们是想当着我的面挖人吗？赵总，你误会了。我们不是这个意思，那还不快滚！我不想再看到你们。来人，送客。
赵总，多谢解围。陈师傅客气了。嫂子情况怎么样？多谢赵总挂心，手术很成功，休养些时日就能下床。倒是赵总，你今天怎么有时间来这边了？李总昨天派人调查了木心堂的底细，知道是我投资的，特意给我打了电话，让我一起作陪。他说要跟您谈一笔大生意。哦，那李总还要多久能到？应该快了。陈师傅，你要是太累，今天可以不见，我跟李总解释，改日再约。没事儿，生意是生意，人情是人情。李总远道而来，我陈守坚不能失礼。陈师傅，你这份定力，我赵世昌佩服。李总一路辛苦。老赵，你藏得够深啊！这么一位大师，你居然藏着不告诉我。陈师傅，我可是慕名而来啊！那10件麒麟让我大开眼界。李总，里面请。好地方，古朴雅致，匠气十足。陈师傅，您这木心堂比港城那些所谓的大师工坊要强上100倍啊！李总过奖，手艺人不在乎环境的大小，在乎的是手里的刀，心中的规矩。说得好，陈师傅，我今天来想跟您谈一笔长期合作。哦，怎么合作？我有3家高端藏品展厅，每年需要大量精品木雕和文物修复。我想聘请您为首席顾问，年薪8000万，外加每件作品30%的利润分成，您看如何？李总，您的诚意我陈守卓心领了，但8000万年薪我受之有愧。我修东西凭的是手艺和良心，不是为了一口价把自己卖断。真是高人。那您说怎么合作？我可以跟您长期合作，但不做您的专属工匠。木心堂接谁的活由我说了算，价钱按市价，该是多少是多少，不多收也不少要。另外，我有一个条件，陈师傅但说宜防。我有个徒弟是陈氏榫卯第8代传人，以后木心堂的日常订单由他主刀，我只接精品和文物修复。您若同意，咱们就签合同。好，陈师傅的徒弟肯定也不是等闲之辈，这个条件我答应。张秘书，把合同改一下，加上陈师傅提出的要求。陈师傅，明天就是我在港城举办国际木雕艺术展的日子了，我想邀请您一起去。届时会有全球顶尖的藏家、拍卖行、博物馆代表到场，您有没有兴趣？好，我陈守卓这辈子还没去过港城，这次就去见识见识。陈师傅，不瞒您说，我之前还和您儿子有过合作，今天就是订单交付的日子，但是我估计他应该拿不出产品。李总，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必介意我和他的关系。陈师傅爽快，等我处理完您儿子工厂违约的事情，咱们就立刻动身前往港城。人呢？陈厂长，你可算来了！工人们看到厂子这个样子，全跑了，连门卫都走了。现在厂里就剩咱们几个人了。都跑了。这群白眼狼，我给他们提供工作，他们就这么对我的！老公，你快想办法呀！违约可是要赔7000万违约金的，我们拿什么赔？启明，现在怎么办？今天就是交货日，你的货呢？我的货，你准备好了吗？李总，您宽限几天？就几天，我一定能做出来。宽限，陈启明我都调查过了，你的厂子从陈师傅走后就没出过1件合格病，你那机器雕出来的全是废品，50件麒麟，你1件都拿不出来。准备违约金吧，7000万，1分不能少。另外，陈师傅已经答应跟我去港城参加国际木雕艺术展，你就在这里等着收法院的传票吧。爸，我们走，这烂摊子让他自己收拾。婉婉，你不能走，你
你不能丢下我！陈启明，咱们离婚吧。这7000万的债你自己背，我苏婉可不陪你一起等死。陈启明，当初我们苏家投进来的3000万，限你1个月内还清，还不清，咱们法院见。哼，没用的东西，连个老头都算计不过，还想当老板，做梦！完了，全都还。准备违约金吧，7000万，1分不能少。另外，陈师傅已经答应跟我去港城参加国际木雕艺术展，你就在这里等着收法院的传票吧。李总认识我爸，我还有机会，只要我让他向李总求情，李总肯定不会难为我的。我现在就要去找我爸。老头子，你回来了，事情办得怎么样？办妥了，李总亲自来签了长期合作协议，以后木心堂的订单不用愁了。师傅，那我岂不是可以大显身手了？以后你就是店里的主刀师傅，而且李总还邀请我去港城参加国际木雕艺术展。港城，老头子，你要去港城的大舞台了？小野也去，我这辈子窝在厂里太久了，该出去走走了。老头子，我不是在做梦吧？咱们真的熬出头了。是真的，老婆，以后咱们凭手艺吃饭，堂堂正正。你安心养病，等你好了，我带你去港城看展，住海景房，吃海鲜大餐。师娘，咱们以后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了。爸，我求你了，你帮帮我，7000万违约金，我还不上就要去坐牢了。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你是我亲爸呀！你还有脸来？你当初怎么对师傅的？现在知道仇了，滚出去！你让我跟我爸说句话，我爸不会不管我的，他是我亲爸。陈启明，你起来。我不起来，你不答应帮我，我就一直跪在这儿。你跪在这儿也没用，7000万是你的债，不是我的。你当初背信弃义的时候，可曾想过我是你亲爸？爸，你就这么狠心？你就不怕老了没人管？你就不怕死在床上都没人送终？老了，送终？陈启明，我有周野，他是我陈氏榫卯第8代传人，是我陈守觉的衣钵传人，他会给我养老，会给我送终，而你早就不是我儿子了。对，我师傅有我周野这辈子就是陈家的人。你这种白眼狼不配叫师傅爸！你算个什么东西？一个野徒弟应该跟我叫板儿！好，你见死不救，我不会让你好过的。他怎么变成这样了？他不是变了，只是他把本来的面目露出来了。师傅，那家伙不会善罢甘休的，咱们去港城得防着他点儿。陈先生，这把尺400年的手印，很美。山田先生，这把尺7代人只用它量过紫檀、黄花梨、楠木。陈氏榫卯的所有口诀、参数、温湿度数据，全在 U 盘里。你拿到这些，就等于拿到了7代人的手。陈先生，条件1000万现金加日本永居，我和我太太成交。明天展会结束后，东西交付，钱到账，但有一个条件，展会的事儿不能牵扯到我们，你的个人行为，明白？放心，展会之后，陈守拓这3个字不会再有人记。陈师傅、周师傅一路辛苦，酒店已经安排好了，海景套房，等咱们参观完展厅，就带你们去休息。有劳李总。李总，这就是港城啊，比京城还热闹。周师傅，港城可是国际大都会，明天的展会更是全球木雕界的盛事，你们师徒俩好好露一手。陈师傅，
这10件麒麟是我这辈子最得意的收藏。明天的展会，他们就是镇馆之宝。李总，这些麒麟虽然是你的，但我还有一个要求，展柜的湿度要控制在60%，温度20度，紫檀木娇贵，怕干怕潮。陈师傅放心，展厅的恒温恒湿系统24小时运转，绝不会有差池。小野，这10件麒麟是咱们陈氏损走的招牌，明天展会，全球藏家都会来，你要多看多学，以后这招牌得你来扛。师傅，我明白。陈守拙，你以为你赢了？明天我要让你身败名裂。王馆长，欢迎欢迎！今天的展品绝对让您不虚此行。李总，我听说你请到了一位神秘的木雕大师，他的作品真的像传说中那么神奇？哈哈哈哈！这位就是陈守拙陈大师，他的活物雕能让木头活过来。王馆长，里面请。各位贵宾，欢迎莅临本次国际木雕艺术展。今天我要向大家隆重介绍来自京城的陈守拙陈大师以及他的10奇药室。快打开，让我们看看。各位，请欣赏10奇药室。啊，李总，你在开玩笑吗？这就是你说的传世之作？我们这次可都是带着诚意来的，看这种残字品，李总，你的信誉呢？惊天臭闻，港城著名收藏家李建华涉嫌用劣质仿品冒充大师真迹。怎么回事？这根本不是陈师傅雕的，昨天我可是亲自验的货。李总，我也不知道，昨天锁住掌柜的时候还是好好的。各位，请安静！今天我要揭穿一个惊天骗局。李建华口中的陈大师就是一个50多岁的老木匠，除了雕几块破木头，什么都不会。李建华花高价买这些垃圾，就是想骗你们这些外国佬。李总，你不是吹嘘这10件麒麟很厉害吗？你现在看看这麒麟是什么垃圾！你这展厅从今天起就是全港城的笑柄。爸，你不是硬气，不是去港城风光吗？现在怎么样？你的杰作全世界都看见了，你这辈子就等着身败名裂吧！启明，你这是何必呢？各位稍安勿躁，陈启明先生说的对，这10件确实是垃圾，但这10件垃圾不是陈师傅雕的，而是有人在展会前一天晚上买通保安，混进场馆，用这些劣质仿品换走了真正的麒麟。我们提前安装了针孔摄像头，并在展柜里设置了重量感应装置，任何触碰都会触发警报和录像。现在，请大家看一段视频。你们怎么会提前知道在这里装了针孔摄像头？陈启明，你还有什么话说？视频肯定是你们 P 的，你们在一起设局害我。视频是不是 P 的，你自己心里清楚。陈启明，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好，就算你们知道是我换的，又能怎么样？你们现在根本就拿不出真正的麒麟，这场注定还是一场笑话。你就这么确定我们手上没有其他展品了？李总，请。各位，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见证
什么是真正的石器要事。真的神了，这比刚才描述的还要晚。这龙眼，这鳞片，这是人类能做到的吗？陈大师，我为我刚才的话道歉，这才是真正的瑰宝。李总，这10件麒麟，我愿意出8000万，不，1个亿元买下。怎么可能？那10件貂品不是已经被我烧毁了吗？这10个麒麟你们是从哪儿搞来的？陈大师在知道麒麟被换之后，连夜重新雕刻了10件麒麟，用的是比原先更好的紫檀，工艺比原先更加精湛，这就是真正的浴火重生。不可能，1晚上，你怎么可能1晚上雕出10件？保安，请这位先生离开。陈守贞，都是你我才变成这样的，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各位，我雕出麒麟不是为了证明我有多厉害，是想告诉世人，真正的手艺烧不毁也砸不烂，它就在这儿，在一代又一代手艺人的心中。各位，还有一件事，我们在调查陈启明先生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件比调包更令人不齿的事情。陈启明先生将陈氏榫卯的全部技术数据，以及陈家祖传400年的张良铜尺，卖给了日本某高端家具企业，开价1000万，条件包括日本永居。幸运的是，我们在港城海关截获了这批即将出境的资料。铜尺目前下落不明，但日方企业已接到我方通报，正在配合调查。铜尺，你们找到了？山田他出卖了我。那把尺，你爹用了40年，你爷爷用了50年，你太爷爷用了1辈子，你拿它换了1000万。启明，我用1晚上雕了10件麒麟，1夜没睡，不是因为我厉害，是因为那把尺不在我手上，我用的是一根新尺，比那把难100倍。李总，那把尺能追回来吗？日方已同意归还，但他们有一个条件，要您亲自去东京接。这把尺物归原主。我们的合作方陈启明先生已因涉嫌非法出售文化遗产数据被解除合同，我们深表歉意。这把尺，我爹交给我那天手放在我手上，说尺在人在。山田先生，这把尺你买不走的。小野，当着山田先生的面，用这把尺量一块日本木头。山田先生，这是陈氏榫卯第8代传人，请过目。受教了。这把尺用了7代人，你是第8个，不是姓陈的才能摸它，是真懂它的人。陈师傅，木心堂今年培养了12个能独立出师的徒弟，京城收藏圈都说陈氏榫卯后继有人了，手艺第一，利润第2。